我是世间仅存的一只上古凤凰，可在宗门契约灵兽那天，大师兄偏要找一只杂毛野鸡节气，最终还是在宗主的劝阻下，他才不情不愿地选择了我。之后我尽心尽力辅佐他，甚至用1吨心头协助他飞升，可他却在我涅槃之际，一剑斩下了我的头颅，将我做成清蒸凤头，给那野鸡炼制飞升神药。最后2人齐齐成仙，只留下我的骨架遗落荒野。在睁眼，我竟重生回到挑选灵兽这一日。这一次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上一世为护我涅槃而惨死的半妖。宗门众人劝我半妖血脉低贱，另选其人，我淡然一笑，只要我愿意，谁都能成为那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。萧坚人，你身为清净宗大弟子，凤凰当前，怎可任性选择一只野鸡做契约灵兽？看到上辈子出现过的修罗场这一刻，我知道我因涅槃而重生到了清净宗契约的日子。宗主的呵斥并未起到震慑作用，萧坚人护着一只灰羽野鸡，蹙眉望向我这边，嗤笑了起来。一只无法成长的废物凤凰，岂能配得上我这种当世天骄、无出其右之人？宗主怒骂他，简直胡言乱语。区区野鸡岂能比得上黄神秀？你可知他是下界唯一的凤凰，堪称人间至上。萧坚人将躲在他身后的野鸡抱在怀里，据理力争。够了，我敬你是我师父，才对你如此客气。你简直目光短浅。如烟身体内有神鸟血脉，未来必定比这落魄的凤凰强上100倍。少妄想拿宗门恩情绑架于我，毁我后半生。别人都以为他在为这强硬的安排怄气，只有我知道他是真心的。因在下界，我无法成长，只是只幼年期的凤凰，加上100年前为了维护清净宗，更是受过重伤，所以他打心底里觉得我是个陨落的凤凰，不如那野鸡。宗主手中的剑气呼啸，直逼萧坚人面门，显然是动气了。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你到底是选择野鸡被赶出宗门，还是和黄神秀缔结契约？萧坚人死死攥紧手，目光落到我身上，嘴角扬起，要我选择黄神秀可以，但我必须和柳如烟缔结契约。众人一片哗然，四下议论纷纷，这是要一人与2兽结契，从古至今就没有这样的先例，何况缔结契约的另一方是尊贵无双的凤凰。闻言，我眉头也不禁一挑。上一世，我以先任宗主的命令强制他与我缔结契约，根本没给他发愈的机会。与我结契后，他反而愈加沉迷在野鸡身上。我本以为他只是一时新鲜，可直到宗门被灭，他不但不冲锋杀敌，反而以此为要挟，让我给他大半凤凰精血，并且事后解除与我的契约，才肯与我合力清剿外敌。这一世我冷眼旁观，倒是有几分不一样的趣事。宗主目色沉沉，一人2兽成何体统？黄神秀乃我们清净宗的守护神，岂能与野鸡同结契一人？本来1人2兽的决定就足够逆天了。萧坚人闻言却摇了摇头，嗤笑一声说：契约灵兽只能是柳如烟。黄神秀，我知道你对我痴心不改，虽然你没有资格做我的契约灵兽，但念你还有凤凰精血在身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测试的身份陪在我身边，为柳如烟洗精伐髓，这是我最后的让步了。他声音轻飘飘落下，却打在场每一个人心上。侍妾、血包，那不就是专门用来取乐的下贱玩意吗？让9天凤凰对着野鸡伏低作小，为一只野鸡做备用血包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吗？众人都没有勇气抬头看我的脸色。宗主被气得捂着胸口大喘气，我昂头凤鸣，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我是个什么意思，一道以我为中心形成的巨大光圈弹开数百米。这一刻，9天10地嗡鸣，炽热的烈焰仿佛将大地蒸煮，凤凰之威烈透万骨，周围的人纷纷被光圈波及，开启灵力光罩保护自己。那只野鸡躲在萧坚人的怀里，已然吓得一副快晕过去的样子。待光圈消散，我的灵羽化作一身红衣，73道神火围绕，黑色的丝发如绸缎般光滑，在震起的风中飞扬。神轮在我脑后浮现，神明在其中轻语，全场皆是倒吸冷气之声，旋即震惊。化形了，凤凰化形，天佑我宗！宗主带头跪了下来，其他众人也纷纷跪下，皆是拔剑齐呼，上至33重天，下到幽冥地府，此刻皆被我化形的震惊，搅扰了这1000年的和平。萧坚人眸间划过一抹惊艳之色，随即他又摇头轻笑了起来。黄神秀，你竟为我做到这份上，我知道你们凤凰一族高傲，不愿屈居人下，但你在重伤未愈时强行化形，蠢笨至极，之前还有点恢复的希望，现在的你连只小妖都不如，做我的侍妾都是便宜你了。我不顾他言，开口道：我要和你缔结契约。萧坚人听到我的话，先是微不可察的蹙眉，转身极其不耐朝我道：还要我说多少遍？我只愿和柳如烟结契，再不识好歹，侍妾的位置我也要再考虑考虑了。他正昂头说着话，我却越过他，直直朝站在树干边沉默的半妖走去。那半妖以为挡了我的路，动作很快的转身为我让出来路，直到发现我久久不动，才愣怔抬头。我低头嗓音温柔的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：你愿意和我缔结契约吗？半妖还没反应过来，萧坚人先上前一步失态的要来拉我的手，他不可置信的喊道：黄神秀，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？就算得不到我，也不能为了弃我选血脉卑贱的半妖啊！我连起衣袖，乘着寒光的眸子一瞬不瞬的望着他的眼睛，声音如同淬冰一般冷：我乃凤凰，至高无上，你还敢羞辱于我？我本是上界凤凰神女，尊贵无双，并非这修真界之人。我凤凰一族生来强大，就算在那金仙如云的仙界，也是顶级世家。奈何小时候贪玩不小心坠落下界，被100年前的清净宗宗主救起，为报救命之恩，我应允他一诺，下界守护清净宗。宗主闭关之前将宗门委托给我，恳请我在这一代弟子中选择一人结契，助其飞升，光耀清净宗宗门，并且他允诺，我选择谁，谁便是宗门下一任的宗主。上一世，萧坚人被逼选择与我缔结契约，我本想找机会告诉他，但他总是对我避而远之。为了讨他开心，只要是他要求的，我都尽力满足。他说喜欢我梧桐居里种的天才地宝，我便任由他取走。他说喜欢我颜色最亮的那根凤羽，我强忍锥心之痛薅下来送给了他。他说住不惯我的梧桐居要回前院住，我实在没办法应允他。我委婉解释，凤栖梧桐是天性，离开这里会对我的身体有害。可他冷哼一声，柳如烟都住的德纳拥挤的前院，你比他高贵吗？他可以，你就不可以？说完一甩衣袖便离开了。我强忍不适，跟随他去拥挤的前院住。我以为他对谁都是这般冷淡，只要我对他好，终有一天他能发现我的好。直到那日，萧坚人一脸焦急地扶着面色苍白的柳如烟走了过来，给我凤凰血。他伸手便要，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摸着因离开梧桐而病弱的身体，思索再三开口：萧坚人，我现在身体不
不是，能不能先让我回梧桐居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便被直接打断了，装成这般娇弱的模样给谁看？不过区区一碗凤凰血，我话放在这里，若是柳如烟因此出事，我唯你是问。我目光凄切地望着相拥的两人，最后还是强忍不适将凤凰血送了过去。离开前，我听到屋外娇媚的女声，我还以为姐姐真的会因为一碗血而殒命呢。你就看她装，她乃凤凰神兽，身体强壮得很，倒是你瘦得让人心疼。而萧坚人不知道，我刚出院落后没走2步便晕倒在了地上，而后还是被一只半妖救下。我以为萧坚人这样找我，只仅会一次，可不成想这竟然成了日常。柳如烟被我的凤凰血滋养得日益光鲜亮丽，她那本灰土土的羽毛都染上了色彩，一扬起来像只高傲迷人的孔雀，最后成功化形。而我的身体因为长时间得不到充足的灵气，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，法力大大降低。而柳如烟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飞快突破，连门中众人都对其改观，这怕真是天选之子啊！短短时间内竟然要突破金丹了，清净宗千年来不曾一见啊！宗门里洋洋溢溢着对他的赞美，纷纷等待柳如烟突破金丹的那一天。正在这时，凤凰虚弱的消息在各大宗门内被传得沸沸扬扬，他们贪恋我浑身至宝，如饿狼扑食一般朝清净宗涌来，一时之间，宗门之内战火连绵，同门子弟皆葬身于战火之中。在紧急关头，萧坚人找到了我，可他并不是要与我共同杀敌，反而以此来要挟柳如烟的雷劫将至，没有你的凤凰精血，他难以抵挡过去，只有让如烟度过渡劫期，我便与你一同厮杀外敌。我因拼杀劳累到虚弱至极，面对这种无理要求，我再也没有答应。可萧坚人不管，反而在我拒绝以后，恼羞成怒，拔出剑要强行取我凤凰精血。我因虚弱无法抵抗，那一刻我闭上了眼睛，可听到的却是一声熟悉的闷哼声。我睁开眼，发现那把本该刺穿我心头的剑，却从那个昔日就我的半妖心口中出现。他嘴里的血止不住往外喷，颤抖着动着嘴唇朝我露出最后一抹笑来。不知何时，一滴泪从我眼角滚落下来，我开始了强行涅槃。闭上眼前，我问他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宗门里的人都叫他半妖，说他心性恶毒，是修仙的废柴。可这样一个人，临死之前挡在我身前，不肯退让半步。半妖双唇轻动，混着滚滚而出的鲜血嗫嚅着白之化。我此时浑身滚烫，仿佛烈焰要将我融化，咬牙起誓：萧坚人，就算涅槃失败，即便我入黄泉地狱，也会向你索命，让你尝尽我今日之恨。上一世，萧坚人辜负我的真心，索取我一切，只为讨好那只野鸡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知道，厉害的从来是我黄神秀，而不是自负才名、不可一世的萧坚人。从那日契约后，已过去半月有余，我带着白之化离开，没再多说什么。事后竟然传出我为了萧坚人要死要活的荒唐话，我没有理会，只是带着白之化回到了我的梧桐居。白之化看着眼睛都瞪大了。梧桐居是整个宗门最繁华的地方，一草一木皆有灵性，有很多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地宝。我看着眼前到处透露着生机的地方，不自觉流露出几分怀念。黄神秀小姐，我身上脏，我可以回我住的地方。听到声音，我回过神来，看到白之化垂在身侧的手攥紧身上的麻衣，局促不安。我笑着拉住他的手，这里以前只有我一个人住，很是孤单，现在有你来陪我，甚好。我凑近他，故意逗他，还有，你叫我姐姐就可以。白之化脸爆红，不敢看我，他只是低头，红着脸，半天才吐出了2字：姐姐。白之化因血脉不纯，修炼极其缓慢，但胜在他有恒心，每日都勤加训练，在我精心的教导下，功夫日益进步。这天，我将白之化留在我设的灵气阵内练功，自己坐在屋子里看书，正思索着白之化体质不好，要不要用2滴凤凰血给他补补身体。突然一阵争吵声传了进来，我有事找黄神秀，让他速速出来见我。姐姐说了，不准你进去打扰。白之化将剑横在他面前，即便被散发出来的威压震慑，也没有退后半步。萧坚人蹙眉，显然没想到一介卑贱半妖敢忤逆他的话。这时一道娇媚的女声传出：姐姐是不是还在因为你与我结妻生气呢？我只是身体有些痛，不用姐姐的凤凰精血也是能熬过去的。我用探视秘法看去，只见萧坚人身边站着一名身着白衣的女子，她面容精致，美艳动人。这野鸡竟然短短半个月便化形了。要知道上一世她是吃了我院子里的天才地宝，加之我的凤凰血才催化成型的。她捂着心口，精致的脸蛋都因为疼痛皱巴了起来。萧坚人心疼地扶着她，别怕，她怎敢不给？话音一落，他又冷冷地看向白之化，眼神满是杀机。小小半妖也敢阻我，快滚！白之化咬着牙，攥紧手里的剑，眼神里满是决然。萧坚人张开手，佩剑飞入他的手中，转瞬间挥出一道剑气，直朝白之化面门而去。仅在炼气期的废物，他根本不放在眼里。2道剑气相撞，铮的一声，迸发出磅礴的气势。反而是萧坚人被这一击震得后退2步。白之化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萧坚人也是惊讶地张大嘴。浑浊的半妖血脉理应不能筑基修仙，就算幸运点的，也不过停留在炼气期。他不敢相信白之化进步飞速，可残留在空中荡漾开来的灵气还犹未消散。萧坚人旋即冷冷地看向白之化，冷嘲道：怪不得你不愿意让黄神秀出来见我，原来你早就喝了他的凤凰精血。说着说着，萧坚人便嗤笑了起来。你以为他是真看中了你？区区半妖也敢妄想？他选择和你缔结契约，不过是为气我罢了。哪天等他想回到我身边的时候，就是你生死约解之时。白之化红了眼眶，倔强里分明透露了失落与一丝丝委屈。他努力维持体面，可我看得分明，他背在身后的手已经掐出了血痕，滴滴鲜血顺着指缝滴进土壤之中。这一次萧坚人使出来10成10的力，别说白之化不过是个法力只能停留在炼气期的废柴，便是那金丹期的人都不一定能顶住。白之化被他重击之下，犹如断线的风筝，猛地摔倒了地上，大口大口的鲜血往外吐。萧坚人笑着举剑，我说过不要自不量力。可是下一秒，萧坚人的笑容凝滞了，因为他最看不起的半妖正用剑撑地，吃力地站了起来。白之化抬手抹掉嘴前的血，抬头与萧坚人直视，一字一句道：我不会让你伤害姐姐的。白月光半前，这一下萧坚人再也绷不住了，当下便是集聚全部的力量，聚于剑刃之上。这一击下去，白之化必死无疑，去死吧！在萧坚人最后一击发出时，